嘿，大家好，我是猪油怪。今天我们一起来开箱的游戏是 Kelp。我们这次众筹到货的内容有一盒基础游戏的豪华版，两个小扩展，一个牌套，一个牌垫，加上一个头盘。游戏的出版社叫 Wonderbow， 没有什么说法，它是一个比较新的小出版社。游戏的设计师呢叫做 Carl Robinson， 卡尔·罗宾逊。那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是打引号的一个外行人，他不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桌游玩家。他的主业呢是一名戏剧教师。大家可以想象成是黄磊设计的一个桌游，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是一名初出茅庐设计师，这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所以本来我不太想花更多的篇幅介绍他。但是刚好在 BGG 的这个桌游论坛上有他的一个个人社交媒体的主页，我进去翻找了一下，发现当中呢有很多他关于 Kelp 这个游戏开发当中分享的一些他的这些帖子。然后我注意到这个游戏是从2022年的秋天开始，慢慢他有了这个设计游戏的一些想法。然后当时他接触到一个游戏叫做 Mind Management 心灵特工，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比较熟知的这样的一个兵抓贼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它的美术非常的出彩，可能是从这游戏当中获得一些灵感吧，他就开始设计自己的这一个2人不对称桌游了。然后他在2022年的下半年开始呢，就不断参加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展会，包括像德国的这个艾森展。现在其实正值的是艾森展期间嘛，他就是把这个游戏带到了艾森展上面去，然后让玩家线下的帮他提供测试一些反馈。然后在2023年的年底的时间，也就是这个 KS 上线的时间，他这个游戏呢获得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关注啊。当时的众筹成绩不错，好像是150多万美元的一个金额，然后上万玩家去支持他。然后当时比较出彩的，至少吸引我的点呢，一个是他的这个2人不对称这样的一个玩法，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出色的美术啊。我们接下来马上会介绍他的这个美术师。然后呢，时间就快进到了现在2024年的秋天，然后这个 KS 终于发货了。然后今天给大家开箱的这一套游戏加配件，总共价值大概是100美元左右。对于一个 KS 项目来说，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价格。那100美元，如果时间拉回到6年前，在2018年，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价格买到豪华版的工业革命、伯明翰和兰克夏。所以过去几年的通货膨胀对于桌游行业也是有不小的影响。下面我们再来稍微介绍一下游戏的美术师，他的名字叫做 Weberson Santiago， 可能大部分朋友都没有听说过，我也是第一次把他的全名念出来。然后这个美术师他之前还有一个桌游作品叫做 Sail， 是一个2人合作吃墩桌游，然后同样是一个大海题材，所以这个美术师可能是对于海洋生物有一个比较仔细的观察。然后这两个游戏里面呢，我可能个人还是更喜欢 Kelp 这个美术，它封面的这个大章鱼非常的这个活灵活现。然后游戏的主题呢，也就是这个跟章鱼有关，一名玩家扮演章鱼，另一名玩家呢扮演的是鲨鱼两个这个庞大的这个生物呢在海底展开一番这个你争我斗。好，话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跟猪油怪一起来仔细看一下游戏配件吧。跟麻将牌一样的材质，这个麻将的大小比我想象的要稍微小了一点。章鱼玩家的主要配件就是这些麻将牌。它的玩法类似于是我们玩的那个军棋，一上来呢，先把这些牌在自己的面前排列好，然后鲨鱼玩家是看不见的，好吧？这个就是它的本体，它的所属的位置，它要隐藏自己的位置，不能让鲨鱼发现它，然后用这些陷阱的这些技能，这个麻将呢，去干扰鲨鱼的这个游戏进程，麻将。然后这边是章鱼的模型，这应该是豪华版特有的。这个章鱼模型还是挺帅的，是吧？挺好吃的样子。挺好吃的，已经是红红的，是不是已经是烤熟了的样子？是吗？然后它是有涂色的，材质有点偏软，整体感觉挺不错的，是吧？绝对是个加分项。然后这边是鲨鱼的模型，鲨鱼的模型看起来就像一条大鲶鱼似的。颜色细节上就没有那个章鱼多了，但也挺大的一只。然后这个袋子应该是抓头子，这上面印了一个鲨鱼的图案，所以是鲨鱼玩家。我印象中章鱼玩家其实也有这么一个袋子，应该两个人都是要从自己袋子里面去抓这个头子，对吧？是吧？我印象中这个头子是放在袋子里面的章鱼玩家的技能牌，这游戏它是2人不对称，然后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卡牌构筑，这些技能不是一上来都在玩家手里的，然后玩家可以通过这个支付资源，然后慢慢的去构筑自己的这个牌池，所以每一局的这个进程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术，每张卡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美术
然后这3张颜色不太一样的卡呢，好像就是章鱼的这个得分卡。章鱼可以是等着鲨鱼饿死获胜，或者是通过自己主动出击去得分获胜。对，当然你主动出击的话呢，可能就会面临更多的风险。这边就是2个玩家他的这个辅助牌，然后以及他们的这个广告牌。好，然后这边小一点的牌，我们再看一下。小一点的牌呢，好像是鲨鱼的技能。这个鲨鱼的技能里面都跟骰子相关，对，所以骰子可能是鲨鱼玩家主要用到的。对，你每次用这个技能牌，一个是上面有一些技能，一个是你可以把这个骰子加到你的王抽袋里面去，进行一个袋子构筑，是不是有这个元素？然后这个牌上面还有一些数字，这个数字具体的含义还不太确定，好吧？然后这个大牌跟小牌呢，都会用到我们这边的加购的这个牌套。这个牌套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现在很多 KS 游戏都会做这种加购牌套。是的，然后正常的牌套，但是它的牌背这里呢是跟我们卡牌本身的牌背是匹配的，对吧？然后就这样输进去。游戏当中呢涉及到这个骰子，所以呢头盘也是其中一个加购项，很方便呢把它这个角都粘起来，对吧？就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头盘。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小扩展，有一本小小的规则。哦，是给了2个玩家不同的这个目标，好像是这个样子。一共有3组 A、B、C，3组打开方式。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扩展，叫做新的目标。因为海底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穷凶极恶的这么一个地方。这回不一样了，出现了彩色骰子。这个小骰子还挺好看的。刚才的骰子应该都是单色的，现在出现了彩色骰子，是不是？然后都是给游戏增加了更多的重开性，对吧？这个木质的小配件，对，骰子，然后更多的这个技能板。嚯，这个是尺寸比较大的不一样的这种卡牌的材质做的。第一个是它的规则，对吧？然后呢，上面会加进来水母、岩石，然后这个椰子，小房间，然后这个 urchins 不知道怎么翻译，然后这个 reflexes，应该都是不同的这个变体规则，每一个卡牌上面都有它相应的 setup， 或者说是这种不同的这个得分积分方式6张不同的卡牌，然后背面还有例子，这个就很方便了。很多这个规则如果是只有文字的话，可能大家不好理解，所以在一个众筹游戏里面，又是第一次出游戏，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配件以及规则都完成的不错。我是鲨鱼玩家。鲨鱼玩家是玩骰子的，这里有盲抽袋。然后小鹿是章鱼玩家，他可以卡牌构筑，还可以买新的麻将牌。他可以为我选择一个起始点，我在这个海洋的外圈4个点位，离他很远。他呢就藏在这9个麻将牌之中。他有他的起始手牌，我这里有我的技能牌。然后我游泳游多了之后，我还可以成长。大概是这个样子。蓝色头可以游得更快，黄色头可以让我找他，红色头可以让我攻击他。但是我鲁莽的进攻就会让我在这里慢慢的变得更饿，直到最后我会饿死，他就会获胜了。但他可能会耐不住寂寞，他可能想主动出击去吃这里的好吃的，有螃蟹，有蜗牛、龙虾，还有这个大贝壳。他吃了4个，他可以直接获胜。
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桌游开箱关于 Kelp 这游戏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那如果喜欢桌游怪的视频的话呢，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支持我们的内容。然后关于 Kelp 这个游戏，大家如果这期视频的点赞数超过300的话呢，我会叫上小鹿2个人给大家一起录制一期试玩视频。大家如果对这个游戏的规则比较着急，想了解它的玩法的话呢，可以去跳转到之前我们录制的桌游电台的某一期，然后会把链接呢放在简介当中，大家可以去了解到这个游戏的一个详细的一个玩法。那今天到这里吧，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喽，拜拜。哎，你怎么还没有走开？那恭喜你打开了我们今天的正片。今天呢，主要是展示我们这张全新的桌游桌啊，细心小伙伴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它跟我们这个桌游非常的大，好吧？那除了它颜色很搭、材质很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是桌游怪非常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个盖子打开之后，下面还藏了一个游戏。哦，你看，镜头可以看过来，镜头看过来。是什么游戏藏在下面？哎，这个是 Brass 的兰克夏，好吧？哦，兰克夏。上面一个冰刷贼，下面一个仲德。是的，一般大家玩这个桌游玩仲德要打这个 Brass， 肯定也打的是伯明翰，对吧？这个兰克夏当时是众筹的时候2个一起买的，然后基本上就玩了一把就收了。然后呢，我前2天在这个二手市场上给它卖了，我说给它送走之前再开一把。然后我这一发现，它其实跟伯明翰还是有点区别的，好吧？还是挺期待的。但是这个桌游桌呢，就起到这么一个效果。刚才录节目，下面打开就可以一个全新的桌游。好吧，突然发现这个红底的背景跟这个兰克夏工业革命还挺配的。是的，大家以后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很经常看见这个红色的这个底部啊，这个绒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好吧，那摄影师话不多说，咱给你再开一把2人局吧。好吧。